大家好，我老肉。今天这期来说中国的国宝大熊猫，它们也是地球上最呆萌可爱的动物之一。我觉得就大熊猫这个长相，很难会有人不喜欢，是吧？所以全世界范围内，熊猫人气都非常高。你无论哪个动物园，只要说里面有熊猫，那就跟动物园的金字招牌一样，绝对是顶流级别的，真就是特别现象级的一种动物。说实话，咱频道再不说熊猫都显得有点不太礼貌了，必须得赶紧安排。那么其实来说熊猫吸引人的地方绝对不光是它的长相，另外你像是它们食肉的本性、跟竹子的渊源，还有那些苛刻的交配条件等等，也都非常特别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甚至来说，就连熊猫的名字不论是中文名还是英文名，也有很多奇怪的说法。所以接下来咱先来说说它们的名字。那么熊猫这个名字呢，其实中国古代没这么叫的，四川陕西那边比较确定的老叫法有花熊或者竹熊。然后古籍传说里面出现过的，但不确定是不是熊猫的叫法有貔貅、墨、石铁兽等等这些，总之都没有提到熊猫这俩字。所以后来为什么开始叫熊猫呢？它可能是从英文来的。说1869年的时候法国有位传教士叫阿尔芒·戴维德，在四川见到了熊猫。戴维德不认识，就问当地人说：“老乡，这是什么动物啊？”村民就告诉他了，说这个叫花熊。所以戴维德就给熊猫定了个学名，叫有黑白花纹的熊。不过后来呢，有动物学家说熊猫的骨骼牙齿这些构造好像和小熊猫有点像，就搞错了，以为它们是一家的。因为小熊猫的英文名叫 Panda， 所以就管大熊猫叫 Giant Panda， 小熊猫改叫 Red Panda， 这是它英文名的来历。然后至于熊猫这个中文叫法呢，大英百科全书里有个线索。大英百科全书的小熊猫词条有个备注，说也叫红毛熊或者红熊猫。而且你想，小熊猫长得呢确实很像猫是吧？所以说熊猫这俩字可能是翻译小熊猫的时候出现的，只不过后来大熊猫名气大，所以直接说熊猫指的就是大熊猫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还有一个争议，就是熊猫和猫熊的争议。那么常见的一个说法说是1940年代搞错了，本来是叫猫熊的，结果1940年代重庆有次标本展，国人按照从右往左读的习惯读错了，给读成熊猫了，有这么个说法。不过这个说法呢，其实学术界已经有很多专家反驳过了，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15年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，还有1938年出版的《辞海》，这俩用的都是熊猫这个叫法，所以说1940年代读错了就很牵强。不过肯定有观众要说了，说熊猫本身是一种熊，那叫猫熊岂不是更贴切吗？这事儿吧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。一个刚才也说了，就是熊猫这个叫法最早他说的是小熊猫来着，形容小熊猫是长得像熊的猫，大熊猫只不过是后来对应着小熊猫才叫了这个名字。然后再一个，你想大熊猫长得也不像猫是吧？硬管它叫猫熊，说它是像猫的熊，显然也差点意思。当然了，熊猫会爬树这点倒是多少跟猫有点关系，但是就他们那个爬树姿态实在是没有半点猫的影子，说它像猫多少有点冒犯猫了。所以说我觉得还是约定俗成叫熊猫就可以了，真的不用太计较。好了，说完了熊猫的名字，再来说它们的出身。首先熊猫是一种熊，这个很明显是吧？而且它也是熊科八大熊里面最早分化出来的。根据基因分析说大约1900万年前，熊猫就跟另外7熊分道扬镳了，属于是现存最古老的熊科动物，也是大熊猫属现存唯一的物种。然后7熊里面跟它关系最近的是南美的眼镜熊，也叫安第斯熊，而且它俩从食性上来说也最像，都是以草食性为主，主要吃素。那么眼镜熊吃什么好吃的，这个咱以后再说。熊猫大家都熟悉是吧？基本就是嚼竹子，99%的食物都是竹子，所以以前老百姓管它叫竹熊还是非常贴切的。那么熊猫吃竹子虽然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这事儿对熊猫来说其实非常诡异，因为毕竟熊科属于食肉目，按理说吃肉才是它们的本能，但是熊猫一点都不喜欢吃肉，它们就吃竹子。那么其实来说按熊猫的消化系统它还是更适合吃肉，并没有演化成食草动物那样的。食草动物一般是什么呢？一般肠道都会比较长，因为它们的食物往往不好消化，得尽可能在肠道里多停留一些时间，消化吸收才能比较充分。比如食物在牛的肠道里停留时间都在24个小时以上，
这才是典型的食草动物。那么相比之下，熊猫呢，仍然还是食肉动物的肠道，肠道比较短，竹子吃进去可能几个小时就出来了，而且里面分泌的消化酶呢，也都更适合消化肉类。竹子的话，只能靠肠道共生菌帮忙，尽可能分解一些，根本来不及好好消化。所以你看，熊猫的粪便一般都发绿，还是竹子的颜色。而且根据专家的说法呢，据说基本上没什么臭味，甚至还能闻到点竹子的香气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总之你一看就知道熊猫确实有点搞不定它们。实际上竹子的营养大约只有20%左右被吸收掉了，就这么浪费。然后你再对比食肉动物呢，说食肉动物对肉类的利用率一般能达到60%到90%，这就高效多了。所以熊猫用一套食肉动物的配置来啃竹子就好比有一辆12缸的跑车，它不加汽油，非要套个骡子拉着走，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你想这些家伙呢，体型还那么大，身高都1-2米，体重100多公斤，竹子能量本来就有限，还浪费了80%，这日子还怎么过是吧？所以没办法熊猫每天只能花大量的时间来啃竹子，每天能吃到12个小时以上，差不多10几20公斤竹子，完事一边吃一边拉，一天怎么地也得拉上好几十次，就很离谱，跟流水线似的。然后不吃的时间呢，主要以睡觉为主，尽量减少能量消耗，所以它们的新陈代谢率也很低，大约只有同体重哺乳动物的38%左右，跟树懒都差不多了，树懒是36%，这个俩呢真就是卧龙凤雏了，属于是。那么说熊猫食肉动物那些配置有一样倒是没浪费，就是它们的咬合力。它们的咬合力仍然是猛兽级别的，嚼竹子刚好用得上，碰到那些不太嫩有点硬的竹子，它们也能应付，有这个好处。而且说熊猫之所以脸那么圆也有咬合肌非常发达这个因素，毕竟一天到晚嚼竹子，想不发达都难是吧？然后为了吃起来方便呢，熊猫的爪子也进化了，它们的爪子变得跟灵长类动物一样，可以抓握了，一只手就能拿起竹子来。不过它们这个抓握并不是灵长类那种拇指对生的结构，而是从腕骨上多长了一块骨头，相当于它有6根手指头，就很巧妙。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，就是熊猫明明有食肉能力，为什么还要抱着竹子啃呢？这里面有个关键因素你绝对想不到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说熊猫有能力吃肉，但却成了素食主义者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他们慈悲为怀，不肯杀生吗？当然不是，这里面有个演化过程。其实从化石证据来看呢，说熊猫刚分化那会儿它仍然是吃肉的，标准的肉食动物。然后到了大约700万年之前，那个时候的化石就有变化了。熊猫好像跟其他熊科动物一样，也变成了杂食性动物，既吃肉，也开始吃一些竹笋之类的，荤素搭配的吃法。这个变化推测是生存压力造成的。那么真正让熊猫放弃吃肉的事件呢，可能发生在420万年前。根据2009年一项研究对熊猫基因组测序发现了一个线索，说大约420万年前的时候，熊猫有个基因发生突变失活了，叫 T121 基因。这基因负责什么呢？负责编码鲜味受体。所谓鲜味，也就是肉类富含的谷氨酸的味道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鲜味受体的话，你就尝不出肉的鲜味，是这个概念。所以熊猫这个基因一突变嘴里的肉突然就不香了，有点味同嚼蜡那意思，感觉还不如竹子好吃呢。而且来说当时中国到处都有竹子，坐地上吃一天竹子，可能比费心劳力去捕猎舒服多了，何乐而不为是吧？所以说熊猫改吃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很有可能就是肉突然不香了，有这么个推测。好了，熊猫不爱吃肉的原因找到了但为什么是竹子呢？为什么不是其他植物呢？而且奇怪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小熊猫也一样，虽然小熊猫和大熊猫关系非常远，但它俩都是食肉目的，后来主要吃素之后呢，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竹子。所以竹子是有什么特别吗？其实之前竹子那期提到过这事儿，说竹子很重要的一项特质就是1年4季常绿，不会枯萎，这样就算到了冬天，熊猫也有吃的，不会断粮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不然冬天就要挨饿了。那么虽然竹子里含有氰化物，有一定的毒性，但是其中绝大部分能被熊猫的肠道菌分解掉，转化成毒性比较低的物质，通过尿液就排掉了，不用担心会中毒，完全可以放开吃。
所以这么一种生长迅速、供应充足、冬天也不会断供、天赋异禀的植物，就成了熊猫的不二之选了。当然，竹子这些优点当中呢，最重要的还是冬天也有的吃这一条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有观众可能会有疑问，说冬天没吃的，你冬眠不就完了吗？熊科动物不是最喜欢冬眠吗？这也是熊猫比较另类的地方。大冬天的冰天雪地里面，最活跃的熊科动物就是熊猫，它可没有一丁点儿要冬眠的意思。所以熊猫在冬天的生存之道啊，也很值得了解一下。咱接着往下说。那么作为一种熊来说，熊猫为什么不冬眠呢？实际上并不是熊猫不想冬眠。你想，就它们这个新陈代谢率都跟树懒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它们恨不得天天冬眠才好呢。之所以不冬眠啊，实在也是没办法，主要是没那个资本。毕竟你像冬天睡那几个月也得消耗能量，是吧？你像北极熊啊、棕熊，它们都是入冬之前吃饱了、喝足了、攒够了脂肪才冬眠的。春天一觉醒来能瘦上好几圈，体重能减掉30%以上，所以你没点存货那肯定不行。然后你再看熊猫呢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的，狂嚼10几个小时竹子，也就维持个收支平衡而已。想要攒够几个月不吃不喝的脂肪，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啊，就是放弃冬眠，每天坚持啃竹子。不管你是天寒地冻啊，还是大雪封山，别的熊都猫起来睡觉了，熊猫也得正常营业，每天达到工作量才行。这么一看也挺悲催啊，是吧？然后除了考虑吃之外呢，冬天还有个冷的问题。熊猫那身毛确实很保暖，这个倒不假。但是刚才也说了，说其实它们皮下脂肪并不多，看起来圆滚滚的，主要是骨架和肌肉。然后再加上新陈代谢非常慢，产的热量也少，所以太冷也会受不了。那么熊猫应付寒冬最常见的措施就是迁徙，因为它们主要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深山里，高处和低处的温差还是蛮大的。所以熊猫在夏天热的时候呢，可能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，那儿比较凉快。然后冬天冷的时候就往下走，下到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谷里就暖和多了，这是它们过冬的常规方式。然后除了迁徙之外呢，栖息地更冷的大熊猫，比如说秦岭大熊猫啊，它们冬天还有个行为非常的诡异，叫做滚马粪。滚马粪什么意思呢？那么这事儿来自于2020年一项研究，研究人员发现了，说秦岭大熊猫冬天的时候啊，只要看到马粪就兴奋，尤其喜欢新鲜出炉的马粪，看到了就会冲上去打滚，给马粪全都碾碎了，最后涂的身上到处都是，看起来跟疯了一样。所以熊猫这到底是什么迷惑行为呢？研究人员后来搞清楚了，说原来马粪当中啊有种化学物质叫 BCP-BCPO， 它有降低寒冷敏感性的作用。熊猫把它涂在身上啊，就能获得一种热感，有点像是皮肤上涂了辣椒那种感觉，火辣辣的，就没那么冷了。所以熊猫才那么喜欢马粪，它是这么回事。不过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么奇怪的行为习惯，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因为你想，野外的山林里它也没有马是吧？熊猫哪来的机会养成这么个习惯呢？研究人员也发现了，说秦岭大熊猫的栖息地啊，刚好就在古代的贸易路线上，有好多连接长安和四川的古道，常年有马匹经过，所以当地熊猫接触马粪的时间少说也得有几千年了。他们可能也是无意当中发现了马粪的秘密，然后就流传下来了。只不过这么重口味的行为啊，对于熊猫的颜粉们来说，想必打击还是蛮大的。那么说到熊猫最标志性的特征啊，毫无疑问就是它们的黑白配色，真的是特别耐看。熊猫颜值高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。而且这个黑白色呢，也让它们和其他熊看起来很不一样。不过好看是好看啊，但是放在野生环境的话，你会感觉有点太显眼，好像不太利于隐蔽。所以熊猫这个配色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这个道理啊，咱之前食蚁兽那期提到过。一个是大食蚁兽，像是长了条熊猫腿那位；再一个是小食蚁兽，穿了件黑色马甲那位。它俩的隐蔽策略都一样，叫破坏色，就是通过大片的不同颜色的图案来破坏自己的轮廓，让别人看不出来它长什么样，甚至来说看不出来它是一种动物，这么来实现隐蔽效果。然后熊猫这边呢，也基本是一样的思路。首先，熊猫的生存环境啊，它既有绿树成荫的季节，也有白雪覆盖的季节。你要是单一色调的话，就很难兼顾是吧？所以说，熊猫身上既有黑色，也有白色，就可以兼顾不同环境了。
比如2021年有项研究，研究人员用先进的图像分析技术分析了大量熊猫的照片，都是在野外从远处拍的。结果发现说虽然从近处看感觉特别显眼，但如果从远处看呢，其实熊猫身上的黑色能很好的跟阴影树干这些融为一体，然后白色又非常接近阳光照射的树叶、岩石，还有冬天的积雪之类的。也就是说，不论什么季节熊猫都有一部分会融入到环境当中去，从而把自己的轮廓破坏掉。这么一来，你就不容易发现它们了。其实隐蔽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么既然说到隐蔽效果了，那也顺便说说熊猫的天敌。其实来说，熊猫的天敌并不是很多，尤其是成年熊猫除了人类之外，可能也就老虎和豹子能捕猎它们。而且这些猛兽现在也都很少了，基本没什么威胁。所以主要还是熊猫幼崽危险多一点。你像是豹子豺狼、野狗、黑熊之类的，包括几种幼科动物，熊猫幼崽落单的话，可能会被它们杀死。成年熊猫在场，基本也就没事了。所以综合来看熊猫面临的最大威胁还是人类扩张、栖息地丧失的问题。说现在熊猫的范围连历史上的1%都不到。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熊猫，后来就剩四川、陕西周边的一些深山里还有野生熊猫，最少的时候数量只有1000只左右，绝对属于是濒危的保护动物。而且说当年刚开始搞人工繁育的时候还非常不顺，主要是熊猫的繁育习惯实在是有点太难搞了，这事儿也得说一说。说野生熊猫平常都是独居生活的，各有各的领地。公熊猫会在树干上撒尿，留下自己的气味，而且你会发现它们撒尿一定是倒立起来撒尿，这是干嘛呢？据说是为了尽可能尿得高一点，尿得越高就代表自己越高大，也就越能震慑对手，吸引雌性。然后到了交配季呢，雄性得赶紧找到雌性，因为雌性的发情期特别短，每年也就那么2-3天，不一定什么时候，所以雄性得提前在旁边守着，免得错过了时间窗口，又得再等1年。然后往往这时候会出现2只雄性盯上同一只雌性的情况，这怎么办呢？那肯定得干一架是吧？雌性躲在树顶上，雄性在树底下干架。你别说，这猛兽一咆哮起来，还真有点猛兽那意思了，气势还是很足的。那么最后获胜的一方呢，就会等雌性合适的时机把事儿给办了，然后就不管了。幼崽出生之后由雌性抚养。至少从野外的观察来说熊猫对交配繁殖这事儿其实还是很积极的。不过后来搞人工繁育的时候呢，发现圈养的熊猫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研究人员有个总结叫繁育3难：发情难、受孕难、成活难。首先说圈养大熊猫特别冷淡，好像对交配繁殖这事儿提不起兴趣。然后再一个，母熊猫的最佳受孕期呢只有1-2天，这个配种的时机非常难把握。最后幼崽出生之后人工喂养的成活率也很低。总之当时人工繁育熊猫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搞好。不过好在后来呢，科学家们搞了很多研究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创造多样化的环境，增加熊猫的活动量，改善它们的营养摄入，增强体质，还有通过监测雌激素水平、行为分析来判断雌性排卵之类的。总之各种技术越来越成熟成功受孕的熊猫就多起来了。然后再一个说幼崽出生之后呢，也有很多讲究。说熊猫的幼崽有个哺乳动物的记录，就是非常非常小，体重只有母亲的1/1000左右，相当于全都是早产的，还没发育好就生出来了。然后说熊猫一胎大约有50%的概率是双胞胎，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。不过野外的母熊猫有个习惯就是它只肯抚养一只幼崽，另外一只就那么让它饿死。当然这样的育儿策略呢，咱以前也说过不少了，生活所迫也都能理解，只不过对于濒危动物来说就很不利于种群恢复。所以对于人工繁育的熊猫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，如果是双胞胎的话，就先拿走一只，临时在恒温箱里人工照顾，让母熊猫只抚养一只幼崽，然后每过一段时间呢，再趁母熊猫不注意的时候，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它换一下，这样2只幼崽都能喝到母乳，也更容易存活下来。相当于母熊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2只幼崽全都养大了，这是野生熊猫做不到的，对于增加熊猫种群数量非常有帮助。那么除了人工繁育之外呢，再一个很重要的，那肯定是自然保护区是吧？野外放归的熊猫它没有合适的栖息地也不行。比如2021年的时候，中国就把80多个自然保护区合并了，建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，总面积达到了2.7万平方公里，
尽量确保野生熊猫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。那么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呢，说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了1864只，保护等级也从濒危物种调成了易危物种。所以说跟动物园里的熊猫相比啊，野生熊猫越来越多才是件更让人高兴的事。